北京的初夏本该蝉鸣热闹，却在2025年6月的最后一天陷入一种异样的静默。中共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，红墙里外没有一句多余的官话，却处处透出压抑。因为消失整整4个月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依旧音讯全无。今天凌晨，一纸密讯再度在中共高层间流传，何卫东已在看押期间离场，所有细节被层层封锁，直到此刻才悄然外泄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份爆料指向一桩被掩藏的红墙丑闻。他生前曾为了保住仕途，暗中瞒报重大身体状况，这一举动如今成了压垮他的最后稻草，也将军中权力版图推向失衡边缘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何卫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5年3月，自那之后，他便从新闻报道、党政活动和官媒画面中人间蒸发。这种长时间的集体性失忆，在中共政治中从来不是好兆头。6月30号，自媒体人蔡慎坤在其节目中再次引述接近高层人士的爆料称，何卫东的离世已确凿无疑。早在今年5月，蔡慎坤就曾引述消息爆料说，5月中旬看押何卫东的警卫就已经全部返回北京。何卫东早在5月2号就已经在北京301医院去世。蔡慎坤进一步透露，何卫东的贪腐金额并不大，因为何的胆子很小，主要是他被提拔起来的时间也不长，导致何卫东出事最直接的导火线有2个。一是今年大年初4，他在81大楼收了几个老部下的钱，引发习近平强烈震怒。但事情远不止于此。此前早已官宣落马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，在审讯中供出了大量涉及何卫东的材料。苗华与何卫东是习近平安插在军队高层的2大门神，几乎所有高级将领的选拔任用，首先都是要经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、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这一关。过不了苗华这一关，这个材料都不可能报送上去。过了苗华这一关之后，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一关。所以说，苗华跟何卫东就成了军队中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要巴结攀附的对象。2人也因此联手安插了许多亲信到重要位置。更敏感的是，爆料还涉及何卫东的个人健康问题与隐瞒病情。何卫东身体不好，在中共20大前，他偷偷做了换肾手术。按照中共规定，当时身为大军区级别的何卫东，如果身体有重大疾病，必须要逐级上报。但是何卫东和苗华一起隐瞒了这件事情，而且何卫东在上任军委副主席后，有许多和习单独相处的机会，但他都没有主动坦白，这使得习近平在知晓此事后，加重了对其政治忠诚的怀疑。据悉，何卫东被抓后，曾多次求见习近平，说是要向习坦白交代自己在中共20大前隐瞒那些事情，但都遭到拒绝。自从中共两会上何卫东最后一次露面，距今已经快4个月了，再次刷新了中共高官失踪时长的记录。不过也有观点认为，何卫东没有被抓，只是在福建秘密地筹备武统台湾的相关事宜。也有说他在新疆核基地，不论在哪里，失踪这么长时间未见中共官宣，的确让人觉得很怪异。要知道，2023年中共前外长秦刚在消失1个月后，中共即官宣免去他外交部长的职务。2个月后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失踪不到2个月时，中共也官宣了免去李尚福相关职务的消息。苗华更快，还没等舆论起来，中共就自己草草官宣了他接受调查的消息。时评人文昭认为，何卫东作为在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，消失时间如此之长是前所未有的。如果要对他做出党纪处分，他作为一个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，需要中央政治局做出一个集体决定的。文昭认为，这事如果拖过了6月份都没有下文，就意味着很难把何卫东和其他人快速切割，
而且这种切割可能是同级切割或向上切割，这就很困难。何卫东至今未官宣，意味着受到何卫东牵连的人级别比较高，有可能是同级的政治局委员，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常委。何卫东消失越久，也就意味着把何卫东案的影响控制到哪一步，难以达成结论。那大概率就是有一个大的变化在酝酿当中。何卫东案每拖一天，后果就会严重一分。今天中共6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开过了，不过何卫东仍旧是音信全无，生死未卜。根据蔡胜坤的最新爆料，主导这场军队清洗的似乎仍是习近平，这样的说法引发了观察者的质疑。蔡胜坤自己也在节目中坦言，他无法确认爆料人的立场，但他认为爆料人很可能是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上给我爆料的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习近平正在失去他赖以掌权的军权。蔡胜坤在节目中指出，习近平起初仍想为何卫东保留最后的体面，包括举行追悼会，给一个官方的认可。但随着对苗华何卫东在军队中腐败网络的清查深入，越查越多，越挖越深，导致其迟迟没有盖棺定论。有观点认为，这种犹豫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的裁决力已受制于人，权力操作空间被挤压，他不再拥有像对待李尚福、秦刚那样快速处置的能力。这反映出他对内部平衡的掌控力正在减弱，甚至可能面临同级制衡或集体抵制的困局。从军权到政权，习近平已被架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，并且习近平失去权势的事情也惊动了西方政要。6月27号，美国陆军退役中将、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，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，中国观察家需要密切关注中共主要成员，尤其是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对管理层的信心丧失。他说，请注意，中共领导层更迭的后果极为重大。随后又在上述贴文下回帖评论习近平和普京不出席金砖国家峰会。他用大写强调，中共不是俄国，俄国。质疑习近平不出席峰会可能说明了什么？弗林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、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、国家安全顾问，他的消息被外界认为可信度相当高。他此次发文罕见点名中共核心权力变动，显示美方或已掌握中共政局内部重大信息。6月28号，前美国高级外交官格里戈里·斯里顿在《纽约邮报》发文表示，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，习近平下台的局势可能已迫在眉睫，中共元老们正在幕后操纵一切。文章提到，现在张又侠已完全主掌军权，而习健康状况不佳，很可能在今年8月的全会上退休，或只担任象征性的职务。文章列举了习失去权力的至少5大迹象，为首一条是有数十名效忠习近平的军方高层遭到清洗或离奇离世，全被其他派系的将领所替代。文章认为，种种迹象或预示着中共权力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，中共的政治已进入一个未定的裂变期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